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历代出现的反派组织。注意，阿罗拉的骷髅队和嘎勒尔的呐喊团规模实在太小，不成气候，因此不计在内。一、火箭队。火箭队在游戏中是在关都和成都地区出现的反派组织，他们的目标是捕捉强大的宝可梦统治世界。超梦就是火箭队制造出来的，他们的首领是板木老大。但是同时，板木老大也是正规的长盘道馆馆主。主角先在彩虹游戏厅遇见板木老大，之后谢尔佛公司事件中也会和板木老大交手，最后在道馆战中打赢板木老大。板木老大会同意解散火箭队，但是火箭队有部分人不甘心，还会在七之岛和成都地区捣乱。不过因为没有板木的领导，都是些小喽啰，不值得一提。动画中火箭队是最厉害的邪恶组织，虽然火箭队三人组就是来搞笑的，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和行为，火箭队分布极广，在关都、成都、合众甚至是阿罗拉都有踪迹，甚至部分地区的军杀小姐早就了解到火箭队的恶名。剧场版许多反派也都是火箭队成员，比如雪拉比剧场版的大反派。二、熔岩队。熔岩队在红绿宝石版本以及起源红宝石都有出现，目标是召唤古拉顿，扩大陆地的面积。他们不是单纯的邪恶组织，这一点取决于你玩的版本。在蓝宝石和起源蓝宝石版本中，熔岩队是正义的一方，他们会帮助主角对抗水箭队。在其他版本中，熔岩队大家都很熟悉，他们抢走了陨石之后，在延伸隧道中被主角发现，但是还是没能阻止唤醒古拉多。失控的古拉多和盖欧卡大战，最终还是主角唤醒裂空座平息了战乱。最后熔岩队首领赤焰松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不再作恶。三、水箭队。水箭队和熔岩队是对立的，熔岩队反派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正派，首领为水梧桐，想要扩展海洋，崇拜盖欧卡的力量。他们的反派剧情在于抢走了潜水艇，在海底唤醒盖欧卡。盖欧卡和固拉多事件结束后，水梧桐也和赤焰松握手言和，不再当坏人。动画中剧情类似，不过最终结束纷争的并不是裂空座，而是两色宝珠本身互相抵消了力量。四、银河队。银河队是赤日领导的组织，也是游戏中最强的组织。首领赤日的理想也比其他邪恶组织来得厉害，他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。为此他们在游戏中会召唤蒂亚卢卡和帕鲁奇亚，但是最终被主角阻止。动画中剧情类似，但是实力削弱很多，别说打不过竹篮姐姐了，小刚的不良蛙都能吊打其中干部的毒窟蛙，实在有些不堪。五、等离子团。等离子团分为两部分，黑白中属于旧等离子团，他们的理念是宝可梦不应该被训练家束缚，并且常常在人群聚集处演讲，是典型的邪教组织。黑白二中等离子队分裂成两派，新等离子队转而研究球雷姆。虽然等离子团似乎没有什么目的，但是他们的科技非常高，盖诺赛克特就是他们改造出来的。此外，球雷姆和比克提尼他们也研究过，甚至有都市传说称他们的王恩就是人和宝可梦的后代，令人深思。动画中等离子团的剧情因为大地震被删减，直到黑白末尾才有出现，说实话很一般，就是单纯的用机器控制宝可梦来和小智等人对战，根本没有游戏剧情的深度。六、闪焰团。闪焰团首领是弗拉达利，他们觉得其他人和宝可梦都是碍事的，想要毁灭他们，是极为自私的组织。在游戏中击败库瑟洛斯奇后，不管你选择哪个按钮，最终兵器都会爆炸，结果这一炸直接把他们基地炸了，首领失踪，闪焰队解散，非常迷惑的组织。动画中剧情相似，他们捕获了基格尔德而非最终兵器，想要控制基格尔德的力量来统治卡洛斯。最终在主角团的合力之下，众叛亲离的弗拉达利直接从棱镜塔上被击落，估计是摔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动画中火系天王帕奇拉和艾兰都是闪焰团成员，但是在最后都纷纷倒戈了。以上就是邪恶组织了，你觉得如何呢？